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文。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内容，请大家收藏。这个视频主要来关于讲白茶的一些制作与怎么分辨。首先，我们眼前看到一波白茶，这是纯绿色的白茶，大家看一下，而且这是一款荒野白茶的料。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了啊，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荒野白茶怎么能制作出来这么绿的？那今天普文从干茶的这个情况上给大家一一讲解。想知道这个白茶的制作工艺及怎么分辨，请大家依旧收藏。我们把镜头拉近啊，来看一下今年第一波3月14号成品的一个白茶。从这个干茶条当中，我们怎么来分辨它是不是荒野型的白茶？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条形，我们要记住几个点。第一，我们找外形，它里面有不同的树种。来看一下，这是一个树种啊，我再找一找。来，这又是一个树种。这个茶里面有几个树种，根据它的外形不同，我们大致可以分辨出来。那荒野白茶为什么能做的那么绿，而且没有青味？这要分几个工序来讲。首先，采摘运输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来把它保存好，然后运输下来。当你的茶青到出制所之后，它是绿色的，那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普文可以把它做成就是这个颜色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做成绿色啊？白茶做成绿色，它的原因是什么？当你有自然破壁简单的发酵之后，那白茶原有的茶叶当中原有的物质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它的饮用起来的口感和效果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有发酵，它的香型，它的区间就会变。那我们如何在这个外形当中又能看到这个茶叶的茶青的含水率怎么样？我们可以反推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来，这样绿色的一个叶底，它的含水率明显的会被这个深绿色的叶底要低很多。芽头你看都能做成绿色这个含水率肯定要比这个含水率高咯。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叶子还是含水率低的咯。那我们如何辨别荒野普文给大家讲一下。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些叶子这是一个凤青老品种的茶树，它的叶子你看一下很细小很细长，叶脉都是比较细长型的你看这就牵涉到它原有的生态。如果在施肥打药的情况下，尤其是施肥打药我们不讲它的叶会很宽厚，它的叶脉比例芽头它就会很厚实。荒野型的它的毫不是特别多，但是因为海拔问题它的毫不会特别多。来看一下这又是另外一个树种因为里面有这些树种存在或者是不小心有混进去的。那我们又如何来辨别它是春茶呢？普文就告诉大家，春茶真正的我们为什么会去做绿色，因为绿色是最好分辨的。你要是采用夏茶和秋茶，我直接告诉大家做不出来这种绿色的，做不出来的，你想做都做不出来，这就是现实。所以市场上存在着很多白茶，从叶面来看它就是红色什么乱七八糟混合的，这就是现象请大家记住，如果他拿春茶去做成那种颜色说明这个制茶的不怎么会做白茶。在云南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颜色就变成这种或者是这种，这个就是工艺上有一定的缺陷，它采用晒。那为什么会这样
在含水率高的前提下接触到紫外线直晒，温度过高它马上转红，这就是现象。还有那问题进一步来了，那我们怎么把它做成绿色呢？普文在前一个视频当中关于白茶的晾晒的3种方法有跟大家讲述过的。首先我们要通风最好采用，我也拍摄了普文制作白茶的一个晒盆铝顶铝瓦顶，它不见光，当茶青含水率降低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普文也给大家看了，我拿出去晒依然最后制作完之后还是这么绿，这就是工艺的差别为什么那种红色的大家可以细品，红色的白茶偏红色的这类白茶它泡出来，其实你会感觉到一丝丝红茶的味道，最后这种白茶会对它储存和转化之后产生很大的影响，它的口感它会变成四不像。这就是普文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白茶的缘由，而且我们从制作上完全去改观，完全去提升。我相信云南的白茶它会异军突起，而且我希望大家去做对比，荒野白茶我相信没有比云南更多的原料。好，今天普文把白茶的一些主要问题罗列了一下，给大家做一个进一步的讲述。虽然只有简简单单这一波茶，但是有很多内容，相信大家没有接触过，没有了解过，这是我一个制茶人给大家讲述的事实。喜欢关注普文，普文一定给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原产地。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见。